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8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1984年2月9日星期四下午4点16分开始的。首先是昨晚，黛比哈里斯来探访珍。当黛比在那儿的时候，珍不太舒服。在他探访期间，一个护士助手量了珍的体温，在8点半的时候是正常的。我太太的体温在11点又量了一遍，它是101度华氏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39到40度左右了。下一次3点后是102度，但在今天早餐以后，珍的体温降到了95.5度，这是给了他一颗药，去人工的降低他的体温，就是退烧药我不知道那个药的名字。在夜里，珍至少吐了3次痰，他侧卧时这样做，就是痰都吐到床上了。而当他按呼叫铃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忙，职员们必须在半夜换掉他所有的被褥，珍必须大声的呼救。他说他下面的假牙没有装回来，因为他们都弄脏了所以说你看这一晚上珍过的是相当痛苦他呕吐的时候把床弄湿，但是半夜3点钟又没有人来帮他去换这个被褥，他必须得大声的呼叫才有人来帮他然后珍说赛斯是对的，他告诉我说身体是试着摆脱他不要的东西痰。他听起来比平常要弱，同时在半夜他的脚开始出现斑驳的红色，和他以前脚很肿的时候的样子相似，只不过现在没有肿。红色的凝块看起来像循环的改变。当我到330病房的时候，我马上就注意到它了。珍说他们不疼，除了右脚后跟以及右脚踝内面有些不舒服。今天早晨在水疗室，他的右脚心又以同样的方式刺痛。他整个晚上都在喝冰的姜汁汽水，而珍决定今天不再那样做了，而改喝冷开水姜汁汽水是一种气泡饮料，就是属于碳酸饮料的一种只口味像是姜汁，但它仍然是碳酸饮料。所以说你看珍一边咳嗽一边呕吐，一边有很浓的痰，他一边还在喝这个姜汁汽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个脚变得有些斑点，虽然我想我们知道。珍说若非别人告诉他，他不会知道它发生了，他看不见那个脚上出了问题昨天晚上他曾2次试图打电话给我，但很显然那时我正在和海伦·帕克以及苏·华金斯通话的时候。当他在吃一顿清淡的午餐的时候，我告诉他今天早上我们的律师助手打了电话来，而我在路上暂停去拿我们的这个课税表。不可置信的是，尽管他们有很多的医药支出，但是今年仍然要交$26,000的税。我告诉珍，我无法相信，现在我们是欠钱，而非得到一份退税。就是他本来希望他这一年国税局会退给他一些钱，结果不仅没有退，还要再交26,000的税。我不急于付账，我曾希望至少是扯平的他希望他也不用交，但是也不用退，他希望是扯平的，因为他去年4月份到现在有大量的医疗费用支出但是根据这个税务局的这个计算方法他仍然需要交税，因为他的收入还是挺多的。到3点钟，珍涂上了我前2天给他买的口红，然后照了镜子。3点25分，他解释说他的右脚令他不适。这时他记起了今早在水疗室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处理了一些信件再度威胁着要击败我了，就是信越来越多了他的意思是3点半的时候，珍开始读昨天的课，读得很好。他在3点45分一口气读完了。他说巴布，我想我的眼睛比他们所有这些时候都好呢，就眼睛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那真的令我惊讶，因为虽然他很不错，我却不知他进步的程度。太棒了。3点50分，这些医院的员工们开始进来查珍的生命迹象。我在1小时前给他点了眼药水。珍的血压正常，体温97度，脉搏很好。他让我知道他何时准备上课。这是他的新养生法的第8天，就是他新生活的第8天。
当他替赛斯说话的时候，声音没有那么大，而在一开始他一次只说几个字，然后停顿相当一些时间。当课进行的时候，这个效果大半就消失了。然后赛斯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就是赛斯午安。那个高温的确冲进了整个循环系统。赛斯说那个高温发烧冲进了整个循环系统，它也帮助排出了多余的水分粘液等等。半夜发烧在半夜发生，鲁伯的态度很好，尤其是既然医院的助手本身如此易于给予负面的暗示助手本身给了很多负面的暗示，但是呢，鲁伯的态度很好，他不受他影响那个高温也是可以说是拔旺身体炉火之结果这拔旺身体炉火的结果，再一次的摆脱掉任何剩余的毒素，就是如此那这个发烧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到今天为止，科学家对发烧的这个理解和认知呢，并没有完全的那么透彻，但是至少他们现在明确了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烧的时候，就是身体每提高1度温度，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活跃度会增加4倍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免疫系统，就是防御系统人的。然后呢，那些病毒或者是细菌的这个活跃程度呢，会降低4倍对，就是等于说发烧是你的身体通过温度的升高来帮助你去消灭这些有害的这些物质这些病毒和细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原理，所以说适当的发烧是有助于身体的清理身体的毒素只要别烧得太高正常来说发烧对你的身体是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对，所以说脚部的改善脚部的改变显示循环系统的改变，血液循环里头发生了一些改变，出现一些红色的斑点当那个系统清理它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改变。一个不平稳的循环之流，因为刚开始改变它并不稳定。今天眼睛的进步部分是那些过程的结果他眼睛今天特别好那个鼻窦，就是他的鼻窦这个位置等等被冲洗干净了，松开了眼睛的肌肉，也排除了那个地方的一些多余的液体就眼睛周围的一些液体和肌肉既放松又排除，所以说导致了他的眼睛视力特别的好。当鲁伯开始了他的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的新生活的第一天的那个时候，他便开始了出清身体的过程，他就把身体在清理。但是随着极大频率的负面的医院的暗示，因为他住在医院里，有非常多的负面的医院的暗示医生说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清理他自己了当鲁伯也就是真下定决心说我开始我的新生活，我跟旧的生活一刀两断之后，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起反应开始做一个正面的清理跟旧有的身体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因为他住在医院里头，医生可不这么看，医生认为发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医生认为所有的状况都在变坏，其实他的身体在变好，但是医院告诉他的身体在变坏。而这样的负面信念在医院里头，每天这个人说一句，这个护士说，那个医生说，不停的说就导致你无法去跟他抗争，他会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你的身体并非在变好，而在变坏。以及与发烧相连的一般性的错误信念就是看到他发烧了，大伙就认为是错误，认为这个人生病了才发烧其实发烧是人的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现代的医学认为发烧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需要把它给降下来那有益的面向的确必须大半靠信心如他们是的样子。对，这些有益的面向，就是觉得自己在变好的这种想法和念头大部分是要靠真的信心来维持。为什么？因为
医院也好，医生也好，没有给他任何正面的信心给他给他都是负面的，所以说这时候要靠真自己的信心来维持对，如他们是的样子，就是他们就是那样子他们就是在有意的面向他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眼睛明显的进步是将身体的其他的部分展示将被身体其他部分的改善，也就会证明在好转。眼睛只是先表现出来了。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他们说谢谢你，赛斯就离开了。4点26分，我替珍倒了一些凉水，哇，真好喝呀！刚够冷他不再喝姜汁汽水了，他开始喝凉水冰水。他整天都在吸这个液体难怪他的身体需要它。在发烧之后等等在刚过去的几天里，他的鼻窦塞满了，害得他常常吸鼻涕和擤鼻涕4点32分，珍早些就准备好要翻身了，非常不寻常。他要他的右脚用这个欧蕾油去按摩，到5点他开始小睡我开始小睡罗的作息时间是5点钟，要小睡一会儿。但是10分钟之后，杰夫卡德就是他的医生进来了，医生要他明天验个血，我不确定发烧的原因，我们将注意那只脚然后我告诉他，今天自从我在那儿，肿已经减轻了就那个脚的肿已经减轻了。杰夫不要针变得脱水了，他似乎大致满意，说虽然他说针的尿液太浓了，我请他看看我太太最近吃的新牌子的液体维他命是否可以换回他的老牌子，因为他极不喜欢那种新的。他说他会试试。真没吃多少晚餐，他叫我带一点回家，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吃多少。但我告诉他，没有人检查餐盘，其一，在上面没有名字；第二，我的确带了些好东西回去给他的猫比利和咪子。这些天，咪子正在经历他的一个亲密的阶段。就是这一节我们来看下一节因为这几节的这个赛斯的传递过来的内容都非常的短因为真处在这个身体发烧医院非常紧张的，而且在给他持续的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2月10号星期五下午4点12分。今天是真的新的养生法的第9天。昨晚当我开上扣门街的坡居的时候，我察觉到在汽车的底部有一种奇怪的震动的噪音，到现在为止在倒车档时较为明显。我想可能是雪，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在邮件中我发现一封莫德的信以及总数大约$1100的支票，令我相当的惊讶。我打电话给支票给名字在支票上的2个人，其中之一捐了1000元。当他们接到电话时都颇为的惊讶，跟他们谈话并感谢，我觉得很好。今天早上早餐以后，我将车子开到了龙法佛的这个修车厂，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我发动车子所听到噪音已经消失了。龙和我找不出毛病，事实上那个车子似乎比他一向跑得还好。他告诉我，如果出现了问题再联络他。我希望这减少了一个麻烦。昨晚当真的温度又高了起来，在10点半左右是101度，在3点的时候也差不多也就是还是在高烧的状态早餐前抽了他的血，我们还没有结果。我也搜集了一些尿液样本。当真在吃一顿清淡的午餐的时候，护士林进来又取了另一个尿液样本，他将被培养，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当他仍在吃饭的时候，2位实验室的技师进来取了真更多的血，他们说他们将培养1周，这些血液将培养1周。他们说是医生嘱咐要测试的。我们想他们是指杰夫卡德这个医生。实际上真有时有点冷，他叫我把暖气调高，暖气运行得很好，他斑驳的脚看起来好多了。我一到那儿就看见了。
他说杰夫那天早上曾过来，看到他的脚好些了。他说你的体温升高了。他告诉他，我们必须小心你的体温。真说他昨晚睡得好极了，他并不担心他的温度，尤其是在昨天的课以后，他听到赛斯说，这个温度的拔高其实有助于他身体的清理和恢复啊。他对创造自己的实相有他自己的做法。他今早在一个还不错的时间去水疗，到11点便回来了。今天早上Georgia 赛斯短暂的来访，他看来不错，至少2个月没事做。一位护士进来告诉我，下周二中午职员们将有一个情人节派对，叫我别在家吃午餐。他的意思是带着罗一起吃午餐。9:09分，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他的困难重重，也许是温度的增加所引起的。它影响了鼻窦，又转而影响了眼睛。当我在整理信的时候，他读得这么糟，以至于他在3:13分就放弃了。当朱迪拿着姜汁汽水来时，真决定放弃喝有气泡的饮料。昨天和今天，他喝进了多得多的水。职员说，因为他的尿液看起来好多了。然后打击就来了，在3:20分，一位护士进来，在针的右前臂放进一个甘肃锁，那个锁是为了给药的就是我们称之为一般叫留置管一般叫留置器，就是因为长期输液，它会给你在身上留一个固定的开口在血管上这样它每次输液都不用再扎针了，直接往那个管上一连接就行了在血管的一个固定的开口，针将被注射抗生素。我们才发现那个事儿。2位护士助手的其中一位便回来抽了更多的血真咒骂道他们要他们能得到的一切这时候真的这个心态已经不好了。不好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给他放了一个留置管，再一个就是要给他输抗生素因为在他们的系统里头、认知里头，他认为这个不需要出抗生素，而抗生素有很多不好的副作用不光是针有这种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他们最近这几十年对抗生素都是采取一种慎用、少用甚至不用的状态这个是非常的明显你想你像针，他已经发烧了连续2天就是2-3天了吧，都发烧但是到了第3天、第4天才给他用上抗生素这个时间其实已经不是很早了，但是即便如此针还是不喜欢。大部分这个西方的人都不太喜欢抗生素他说我会拒绝用抗生素。针说，如果它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的话，那怎么可能这肯定会有争论的所以说他只是说说而已。他只要住在医院里头，很多的治疗就不由他所能决定了我不知道如何回应罗说不知道怎么说。照赛斯来说，好像身体自然的防御系统再次的受到了干扰因为抗生素会干扰你自身的防御。然而我们起初又为什么来这儿呢？这是他自我的一个反思。那为什么来医院呢？你既然来医院，就要接受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我不想去想它了我信任我的身体远胜于我信任那些抗生素。真说朱迪进来告诉我们，杰夫并没有开抗生素，是他的太太奥利维亚，也就是那位医生开的也就是杰夫的太太也是一位医生他给珍开了抗生素。3:36分，那个护士插入了甘肃锁之后，珍又回去读课了。当我们在等抗生素的时候，他读得好得多。我觉得沮丧他的头又闷塞住了他们俩的状态都不太好3:50分朱迪进来取尿液样本，珍在3:55分看完那一节，他吸了一支烟。那么如果没人来的话，无论如何我要开始上课了。我猜他又要从头开始量我的体温和血压了。然后他开始说，现在赛斯刚一进来一个学生护士就进来量了他的体温，101
4.2度啊，仍然是高烧的状态啊，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啊，真说狗屎啊。陶乐斯进来量了他的血压和脉搏，在他们于4点18分离开以后，真说我们不如重新开始我们的课程。然后这个时候呢，赛斯就进来说，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呢，而我说话只是为了使你俩安心啊。赛斯说，我说话是为了让你俩安心。你的身体的确在清除他自己，在烧旺他的炉子啊，一个对医疗机构来说相当陌生的概念。医院不太理解升高体温跟相当于把自己体内的炉子烧旺这个观点不太理解啊，但是在中医的角度是非常好理解的。中医经常会有这种炉子的概念啊，就是身体的这个循环温度升高。当然他们的答案是抗生素啊，就是医院的答案肯定是抗生素啊。只要鲁伯的心态很好，抗生素不会有害啊，记住这句话。就是你的心态够好的话啊，你不用担心抗生素对你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啊。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已经非常通透的人来说，用和不用抗生素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啊。很多人不理解说这些人是不是害怕用抗生素，抗生素就真的那么有害。当你有这种观点的时候，抗生素确实有害，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态足够好抗生素对你也没有害只是说能不用尽量依赖你自身的自我疗愈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在医院里不得不受医生的这种摆布的话，那你如果心态足够好，也不用担心抗生素对你的危害确实是这样子而当那个情况清除掉的时候，会提供一个解释赛斯说我会给你们一个解释，但是现在在你这个病中的时候，我不会给你解释为什么当然很不幸的，鲁伯在那个环境里，但这也肯定是他自己身体疗愈过程的征兆。对，他说不幸的是鲁伯要参与整个过程，他就在那个环境里头。他说请重读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段落，会对你俩有帮助。赛斯再次强调，请读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课就是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的那个课程以便你俩能够提醒你们自己那些极其重要的议题。他说重读那些课程能够让你们提醒你们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赛斯再次建议重读那些内容，但是他们都没做我已在调整了加快疗愈过程的那些坐标。记住，身体是个自我疗愈的疗愈者，身体是个自然的自我疗愈者非常自然他说赛斯说我已经调整了加快疗愈的那些坐标了，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好，赛斯谢谢你。在4点38分，到那时真已经准备要我替他翻身，翻到侧面了。4点53分，我刚替他用奥雷欧按摩完，正式的护士琳达拿着抗生素来了。他说它是一种广效的药，可以杀死很多细菌这个药其实就是庆大霉素就是庆大霉素我们现在用的很少了但是仍然还会有时候会开一种广谱抗菌药。对，它对这个血液浓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在输液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血液浓度所以要花针约半个小时时间才能完全输入进去而之后针会被给予一个小剂量的肝素，它会保持锁开着，以便接受将来的药。针每小时要注射一次，针又咒骂了琳达温和地说，但是你发烧了呀。他同意说，有些人对那些药是敏感的。他说总是有副作用的这是药就有副作用5点05分，当我开始小睡的时候，晚餐的餐盘来了。我5点40分起来，针已经吸收了所有的抗生素。在我还站着的时候，林就进来了。他在我将针
转到仰卧之后，帮我将针拉向床头。针对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的反应。针在卡拉的帮助下，大约在9点20分晚上打电话来。我离开以后，他的体温又量了一次，还是101度。这个烧仍然没有降下来。他说只比以前低了一点点，所以这个抗生素对针来说的作用并不明显。好，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的2月11日星期六下午4点23分。今天非常暖，华氏45度。当我离家去330病房的时候，车子运转得非常好。我到那儿的时候真的心情不好，虽然他斑驳的脚看起来好多了。今早他没有去做水疗，因为他有发烧，杰夫不让他去。昨晚他睡得不好，而医院的职员为了能够替他翻身而忙坏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睡着了。当他可能睡着的时候，他们是否给了他注射了抗生素肯定是的。昨晚他估计他的体温在8点的时候是101度，11点的时候是101度，半夜3点的时候也是101度，在早餐的时候是99.3度，午餐后也是102度1不坏，量体温的男护士助手说。午餐后我好不容易才由针得到以上的资料，因为他似乎好几次都在打瞌睡的边缘。他说今天早上他对杰夫和朱迪生气了，因为他们的负面信念。杰夫说他脚上的污点可能是感染，朱迪说臀部上的每个溃疡排的污水都增加了，而针终于叫他们闭嘴。杰夫说他很想知道针的烧是从哪儿来的针开始反抗了不想再听到那些负面的信息了2点45分，针记起来告诉我说，昨晚2个学生曾看着护士助手检查他的导尿管和尿袋，这随之又令他想起今天早晨杰夫也说过，他可能是从导尿管感染的，因为人们总是如此。他听过护士说过同样的事情因为针长期卧床，他的导尿管需要长期插着不是像正常的住院的病人术后很多腹部的手术需要插导尿管，那很多人可能只插几天就结束了，而针呢是长期插导尿管因为他长期卧床。对，所以说医生怀疑他是因为长期插导尿管导致的尿路感染引起的发烧3点10分，朱棣说针在喝的这个蔓越莓混合果汁有助于保持它的尿液呈酸性而非碱性，为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这里头医生们护士们怀疑针长期喝这种碳酸饮料因为碳酸饮料本身呈弱碱性，说长期喝碳酸饮料导致它的这个尿液可能呈弱碱性而非酸性，而酸性是可以抑制很多细菌的繁殖的，而弱碱性并不具备这个功能。所以说这是他们医生的怀疑我猜的是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不让针再喝汽水姜汁汽水，改喝水，同时也让他喝一些蔓越莓的果汁3点37分，口红和照镜子。3点45分，卡拉量的针的体温102度4这是至今最高的102.4华氏针又开始咒骂了，他担心杰夫的反应比温度还多他最担心杰夫的反应，他不担心温度升高，他担心他的医生看到这个温度升高的那个反应会给他更多的药他担心这个然后他喝了很多的这个护士推荐的蔓越莓果汁。3点50分，当我在整理信件的时候，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他做得非常糟。5分钟之后，黎妮进来了，给了他一些阿司匹林或者什么什么的冰激凌为了那个发烧的原因把阿司匹林掺到了冰激凌里头，然后又给针接了一个新的抗生素就是新的一袋他应该在半小时内就吸收了。针回去读课仍然还是不行。4点15分，我读完昨天的课给针听，然后赛斯就来了，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赛斯说我只能重讲昨天的课了而我真的只能重讲昨天的课。
啊。再次一次我只能重复了，因为我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给你们讲啊。鲁伯是没有危险的啊，再次重复，鲁伯没有任何危险。不过我们可以用那个情况作为一个教育工具，虽然没有危险，但是这个发烧这件事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工具啊。教育工具有什么作用呢？看他说，以便啊，这个高句以便可以真的超脱的一些不幸的医学信念。来看看是否真的能够超越啊，不再受这些负面的医学信念的影响啊。他说这是一个啊，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检验信念的一个工具啊。再说一次，对身体的啊，他是再说一次，对身体的每个细胞、每个器官、每个部分而言，疗愈自己是完全自然的。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疗愈他自己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以同样的说法，不信任身体，以怀疑的眼光看它，真的是不自然的。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会自我疗愈的，而且这种自我疗愈是自然的。但是你不相信它能自我疗愈，而这种想法本身是不自然的啊。无论如何啊，这时候护士进来打断他了啊。无论如何，真的头脑尽量放松，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那样做就放松了身体的所有其他部分，而让疗愈过程运转的更容易和有效率。他说真的头脑的放松有利于他身体各个部分的放松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让整个疗愈更有效率和更容易一些啊。而不能紧张这个时候啊，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多在病中的人他做不到放松，他会非常的紧张啊，他时刻担心自己病情的这种变化。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他说，赛斯谢谢你啊。在4点33分我读此节给真听，他抽了一支烟，一直到我今晚在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给他按摩后忘了运动他的右腿，当他侧卧的时候，我已经来回动了他250次，而他动的是越来越好了。在我能够读道文给他听前，卡拉和一个学生及陶乐斯便进来替真翻身，所以我在7点就离开了。在我出来走过走廊的时候，我不得不注意到所有的病房都是何等的热闹，不和谐的声音，众多的访客、病人、护士和护士助手。我想我就像是在市中心的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而那个走廊本身就是被所有人接纳的一个小区啊。去过医院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啊，医院的走廊、住院部啊、门诊部都是一样，非常的热闹啊，喧闹吧，可以说是啊，何等的热闹，就像热闹的大街上一样啊。这是罗的真实的感受。在下一节啊，1984年2月12日星期天下午4点20分啊，4点28分，昨天晚上真打电话来，他说他的体温掉到了99.7度，打破了100度的这个障碍啊。因为在西方人里头，华氏100度啊，也就是我们大概39度左右啊，大概我记不太准确了啊，就是他们认为100度以下啊，这个发烧都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都不用抗生素的啊。超过100度，他们认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参数啊，超过100度，他认为就需要注意了啊。今天又很暖啊，当我离家去330病房的时候是42度华氏啊，真的脚看起来好多了。他没有去水疗，他说昨天晚上我离开以后，他下决心去做赛斯所说的啊，不管怎么说，你看他走后做赛斯所说的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每次他按照赛斯的要求啊，信任他自己的身体疗愈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恢复和变化啊。比如说他的发烧会降下来。不管怎样，然后黛比哈里斯来访了之后，林尼说我太太的尿看来比他所曾试的好很多，真喝水喝得相当的多，真睡得非常好，而在5点半的时候，他的温度是98度啊。
他在早餐前又被抽了血，从他的左脚在早餐后抽了更多。他在11点的温度是97度8，温度都下来了我发现针明天的菜单上注明了每餐的计算卡路里就要算针吃了多少，这表示我不能保留它，因为我必须估计他每餐食物吃了多少，每样食物吃了多少，以便饮食部能够算出涉及了多少卡路里。针的午餐吃的并不多2点15分，他试着读昨天的课，却根本做不到。他将它放下。当朱棣进来给他接上另一袋药的时候，有一些混淆，因为朱棣告诉我们说它是同样的药然而当他离开后，我发现塑料袋上的名字不同，不是同样的药是这种药。这个药是专门治疗这个就是膀胱炎和这种尿路感染的主要的在2点45分针再次读那节课，却不能在3点10分的时候，我开始读给他听。当玛丽珍进来查抗生素的流量的时候，结果发现珍被给予了第二种药，而没有被告知这是一种治疗膀胱炎的抗生素玛丽珍说，今天早上杰夫一定是在珍的尿液报告上看到了一些什么，而开了这个药那是相当强的药。珍很生气他跟玛丽珍说，为了要记录在案，我要做个正式的抗议说我没有被告知。按照正常的来说医生在给病人给药的之前，应该告知病人我要给你用什么样的药了而这一次他们却没有被告知这是在他们的一个医疗的过程中算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玛丽珍说他会转达给护士长，但是我猜他会死在那里就这个报告这个抗议没有用因为在护士长那儿就被压住了。相对于氢大霉素的这个半个小时，这第二种药要花2个半钟头才能流进针的身体对，要花2个钟头才可以因为它药的药性比较强，所以说它要更缓慢的输入进去。然后呢，到3点20分，我读昨天的课给珍听，并且开始整理信件。3点30分，卡拉量了珍的体温，他又升到了101度2。朱棣来查流速，而说珍每6个小时或者每天4次都要注入这个Bactrim 这个药而连同每8个小时的氢大霉素，这使得珍每24小时要注入7次抗生素真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已经失望透顶了发生了什么知道就好了当他表示关心的时候，我说对，他发生了什么他知道就好了我说，而他说他已经做好了所能做的一切了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我感觉到被困在一个医药专业造成的漩涡里而正在被越卷越深，无法脱身。我奇怪，除了经由发烧和发炎之外，身体为何无法疗愈他自己如果不经过发烧和发炎，身体就不能疗愈他自己吗这是他很奇怪的那么就是这个样子，我说，而回去理性了，就是必须通过发烧和发炎然后赛斯就来了，赛斯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在每个膀胱里面在每个膀胱里面自然都有细菌，但是当你搜集它或者孤立它时，医生们于是就称它为发炎了。每个人的膀胱里都有细菌，但是当你去化验和检测它的时候，检测到细菌的时候，就说它发炎了才说我再次重复，真并没有身在险境真的身体没有处在危险境地。但我也希望你们复习一些最近的课加以强化再就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复习最新的课加以强化，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们一直没有复习赛斯让他们每天都要读一遍的那个第一天的关于相信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赛斯希望他们通过那个来强化他们的信念，但是他们没有做我再次强调那些加速真的疗愈力量的坐标，
而你俩都休息在我注意的当中啊，就是我在注意着你们啊。再一次的信任身体是极重要的，尤其是当医药专业对身体的自然过程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啊。他说当医生告诉你你必须得有通过抗生素才能恢复，当这种时候啊，也就是这些医疗系统，这些西方的医学的概念对你的身体的自我疗愈能力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尤其要相信你自身的疗愈能力是存在的。他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啊，再一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他说赛斯谢谢你。4点32分我读这节给真听之后，我在4点40分替他翻身到侧面，临进来替真扣上他下一季的青钠霉素，替真翻身及为他等等之后，我在6点50分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找不到我的眼镜了。我已经不太常戴它了，但我以为我下午至少戴了它们一次，不然我就是将它们留在家里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终于在浴室找到了它们。和真读了祷文之后，我于7点25分离开。天气仍是暖和而舒服的。在往坡居上山的路上，叩门街有雾，这是他们的门口的一条街。离开之前，我揉了揉真的右脚心，他痒了好一阵子。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左脚以同样的节拍在动。他说他最近注意到他内有较多的动感，但他自己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任何显著的主动的动作了啊。然后下一节是1984年2月13日星期一，真的新生活的第12天。真昨晚打电话来，今天我白跑了2次，我猜因为是假日，银行关门，所以我无法付钱给国税局。虽然3-4个月前牙医便跟我订了今天的预约，但是他却不在那儿，留了个条子啊，在他的办公桌上。以后我于1点20分离开啊，他白跑了2趟，一个去国税局去那个银行白跑了，银行休息，再一个就是他去牙医那儿也白跑了。等我到330病房的时候已经晚了，真侧卧着，苏珊帮我拉他躺高些，他吃的比昨天好一点。我在菜单上做记号，以便计算卡路里。杰夫他的主治大夫又来了，说所有的检查结果显示有一种血液的感染，并说他们有把握能够清除它。他们正在试用2种药啊，这个青钠霉素和这个 Bactrim， 看看哪个最有用。虽然我看不出他们是如何得知哪个更有用的。佩吉·加拉格在午餐的时候来访，午餐后真无法读昨天的课，我读给他听。后面就是一些流水账、口红和镜子啊，信件，丹尼·欧森的信被当作侮辱给丢掉了啊，就是这个上次跟他打电话啊，就是罗对他不是很客气啊，就是希望他不要打扰到他们的生活啊。然后丹尼告诉他，他除了赛斯资料什么也不读。罗呢对这个也持反对意见，说你应该读更多的资料啊。他俩的谈话并不愉快，所以可能丹尼后来写了封信啊，在说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没必要看啊。4点，丹娜量血压和脉搏。4点25分，卡拉体温98.7度，药仍然在低。4点35分，我叫铃按铃叫护士助手。4点55分到5点10分15分翻身按摩。5点15到5点45小睡。6点晚餐。6点20香烟、甜点和牙齿到7点5分香烟、电视。7点13分祈祷。7点20分离开我们通过这一段可以看到，这一天他们没有上赛斯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在这1-2天的情绪非常不好，他甚至都没有任何记录，他只记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流水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看，他俩的情绪都不是特别好就是他们既相信赛斯的这些内容，但是他又看不到赛斯的在他身上的效果，他看到的仍然是持续的这种高烧他们现在已经就是被这种持续的身体的症状开始对赛斯说的这些话，他并不是完全的相信了。
赛斯让他们每天去学习或者是复习一下曾经给过他们的那个第一天的内容和第二天的内容，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做。你看他的记录里头他这连续的这几天赛斯提了2次，但是他们也没有做。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对这个事情，在这个身体高烧的状态下，在医院的状态下他不再那么100%相信赛斯说的自我的痊愈疗愈功能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跟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和暗示，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不论你学了多少的赛斯资料，学了多少的这些灵性的这些内容，如果你不能在生活中把它转化，或者在生活中应用它的话，或者在生活的历练，就是在病情中，在医院里头还能坚定自己的信念的话那它对你的作用确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换句话说，只有在真正的事情上才能得到锻炼，才能检验你的信念是否够坚定而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云淡风轻，在风景优美的景区疗养院里头，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学习赛斯我信他说的呀，什么什么什么，我绝对相信，这不算真正的是当你有困难，当你面对生活的困难压力的时候，当你面对所有人的都反对你的时候当你面对整个医疗系统对你的这些观点都嗤之以鼻的时候，你内在的信念是否够坚定，这才是在事儿上练在事儿上磨练自己的一个关键很多人是平常没问题，一到事儿上就不行了，就像苏东坡跟这个他的这个和尚朋友的这个故事一到事儿上一屁就过江南了。平常说自己修的八风吹不动，可是一个屁字就让他过了江南这就证明在事儿上修和在不在事儿上修的区别是巨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赛斯资料也好，我们在讲这个道德经也好，在讲我们为什么很多练习都要结合大家生活中去做，就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在事情上去得到提升，而不是在理论上头脑中得到提升。而这件事情本身就像赛斯说的，它是检验真对于他自己信念系统是否动摇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在这种高烧的情况下，他是否仍然还坚信自己有痊愈能力有自我的疗愈能力，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这块我们就通过真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来反观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如他一样发烧3-4天以后，是否还有这样的一种信任和信念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东西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去做；如果你相信医疗系统，你就按照医疗系统去做。我们只是做赛斯资料的解读，并不代表任何医疗机构，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医生，给你任何的专业的医疗的意见所以说你还是遵循正常的医疗的建议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赛斯资料的东西，那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这是你个人的信念是否坚定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的给你的一个建议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健康和医疗涉及到我们整个各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都有不同的要求作为一个非医疗专业人士和非医疗机构不能给病人以专业的这种治疗上的建议的关于这块我想我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声明，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了，关于这部分内容就介绍到这儿，最后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